2019年2月14日情人节，公主邮轮、和美邮轮等多家公司的集团总裁杨·斯沃茨女士在意大利的一家造船厂接受财经媒体布隆伯格的现场采访。主持人问斯沃茨邮轮业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麻烦时，斯沃茨很自信地说，每年世界都会因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给邮轮公司带来麻烦。不过幸运的是，邮轮公司的资产是可以移动的，这样可以根据供求配置到最合适的地方。斯沃茨确实对前景非常乐观，当时公司在建的3艘邮轮有2艘几近完工，未来的6年又定下了5艘新船。可就在1年后，2020年2月19日，斯沃茨飞抵日本横滨，挨个向在公司钻石公主邮轮隔离近1个月的游客致歉道别。此前因一位香港乘客染疫，钻石公主号上3711位乘客和船员被隔离在船上数周，期间700多人染疫。与此同时，全球25艘邮轮也相继发生新冠染疫，被迫靠岸隔离。3月12日，美国疾控中心给所有公司下达禁航令，公主邮轮公司隶属的全球最大邮轮公司嘉年华邮轮公司宣布停航，由此造成了26万游客、8万船员返回到130多个国家的家中。禁航令一直持续了1年多，全球300多艘邮轮静静地停靠在海上，为节约成本，20多艘邮轮被迫出售或者提前报废。这张照片是我们这次邮轮旅行中，船上主持人向游客展示疫情期间公司的多艘游船停泊在海湾中的情景。他介绍说，这是邮轮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停航期间，美国邮轮业每天损失是 1.1 亿美元，800个工作岗位。邮轮业在停摆1年多后才逐步恢复。2022年3月，美国疾控中心才完全解除了禁航令。时隔2年，邮轮公司才全面开始恢复运营。3年疫情后的第一个圣诞假期，我们登上了从佛罗里达到加勒比的7天航程。登船码头一看，和我家一样报复性出游的同道还真是很多。15世纪，人们开始跨大西洋航行。1838年，英国为跨洋航行专门制造了木壳带风帆的蒸汽轮船大西洋号，用于往返英伦和纽约。2年后，英国和美国先后开通了定期为邮政服务的航线，英美各有4艘轮船往返于大西洋之间。当时单程一次航行需要16天的时间。轮船主要承载邮件、货物和大量的移民。随着经贸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越洋的轮船越造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为了鼓励造船业的提升，人们还设立了蓝丝带奖来纪念打破航海速度的船只。蓝丝带的记录也一直在不断地被打破。我们这次搭乘的鹿特丹号隶属于嘉年华集团的和美公司。和美公司就诞生在跨洋航行快速扩张的1873年，今年正好是150周年。船上还专门举办了公司历程回顾的展示节目。1873年，3位荷兰企业家成立了往来于鹿特丹和纽约之间的轮船公司，取名为荷兰美国航线公司。不像很多轮船公司拥挤肮脏的船舱，和美宗旨是将乘客当人服务，保证每位乘客有足够的空间和提供加热的餐食。和美的服务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很多东欧移民都到鹿特丹等待和美的轮船，有时不得不先住下，增加了花费。和美公司于是修建了移民饭店，至今这栋楼还屹立在鹿特丹港。公司还在旅店开设英语课程以及一些美国文化习俗的培训，很受移民的欢迎。成立最初的25年中，就从欧洲运送了40万人到美洲。回顾展的主持人告诉我们，现在船上一位游客的爷爷早年就是乘和美公司的船到纽约的。1900年代，横渡大西洋的轮船开始请专门的设计师设计内部装饰，并推出头等舱服务。1915年，一张从伦敦到纽约的头等舱船票价格为380美元，相当于现在1万美元。
从电影《泰坦尼克》中，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当时资料复原的内部装饰。邮轮公司也开始进行不定期的旅游项目。和美公司在1895年推出了第一班假期邮轮，1910年又完成了第二次度假邮轮的航行，航线是从纽约到巴勒斯坦。不过，此时的邮轮公司还是以载货和载客横渡大西洋为主业。1960年代，大型喷气飞机出现，使得坐船横渡大西洋的乘客锐减，邮轮业面临转型。有旅游经验的埃德温·史蒂芬1969年提出开展邮轮到加勒比温水海域度假的想法。史蒂芬出生在威斯康星远离海边的地方，父亲是位保险推销员，自己并不喜欢旅行。他参加过韩战，退役后先在迈阿密酒店学校学习，然后在一家酒店工作，不久又做了一家小游船公司的经理。公司只有一艘很破旧的船，船身大部分还都是木头部件。1965年，这艘船在前往巴哈马途中起火，550位乘客和船员逃生，但有90人丧生。当时33岁的史蒂芬受到了调查和询问，海难让史蒂芬开始思考专门为温水海域度假设计打造船只，并得到了挪威船东和以色列商人的支持。1968年，三方成立了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史蒂芬的设想确实开拓了一个极大的市场。北美北部每年从12月到次年3月经常被冰雪覆盖，利用圣诞新年假期到南方暖和一下是很多人的愿望。我们刚上邮轮的那天，大家在电梯里打招呼，有来自西雅图的、芝加哥的，还有加拿大的，都很高兴躲过几天的严寒天气。最后一天告别时，一提到回家都夸张地开玩笑打哆嗦。1970年，皇家加勒比公司的第一艘邮轮挪威之歌号开始运营，邮轮长168米，总吨位18000吨，载客724人，船员423人。作为第一艘度假邮轮，挪威之歌号有很多特别的设计，船头的侧推进器便于邮轮的操控和离岸靠岸，两侧的稳定器让邮轮更平稳，吃水浅以便停靠更多的地方。4台推进器保证动力和速度，使邮轮旅行准点。当时的船票是368美元，船上安排有明星的表演和各种娱乐活动。公司还在加州组织包机到迈阿密登船。这一时期，现今3大邮轮公司也陆续成立。1966年，诺维珍邮轮公司成立，嘉年华公司成立于1972年。由公主邮轮公司提供场地，1977年拍摄的以邮轮旅行为场景的电视系列剧《爱之船》在北美热播，上演后成功地吸引了人们对邮轮旅行的兴趣，以致邮轮旅行一票难求。1980年代，整个业务和船队都在急速扩张，期间有40多艘邮轮下水，轮船的载客也达到了3000人。疫情前，邮轮业是旅游业中增长最快的领域，年收入达到450亿美元，每年服务游客3000万人次。自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7%的年增长速度。邮轮公司的合并也一直没有停过。1960年代，大约有70多个邮轮品牌。如今，3大公司主导了邮轮市场，皇家加勒比旗下有3大品牌，占20%的市场份额。诺维珍邮轮旗下也有3大品牌，占12%的市场份额。嘉年华邮轮公司旗下有9个品牌，有104艘邮轮，占47%的市场份额。3家公司接待全球80%的游客，分享70%的利润。航线上32%是加勒比海附近，17%围绕地中海，11%的航线在欧洲。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邮轮，皇家加勒比公司的旗舰海洋奇迹号。海洋奇迹号总吨位为23万吨，全长362米，有18层高，
2867间客房，最多可容纳6900多名乘客，以及2300多名船员。船上有16个供游客使用的甲板，20个餐厅，4个游泳池，船中央是公园，种植了1万多株树木花草。邮轮公司的收入构成大致这样：75%来自船票，15%来自船上的赌场和酒吧，5%来自登岸的旅游活动，剩下的来自 SPA 和船上的购物等等。开支是这样的：50%用于公司的运营和人员工资，12%归旅行社，折旧损耗10%，燃料8%，船上的食物成本7%，网络支出5%，以及一些其他开支。有人测算，视频开头的钻石公主号载2600多乘客出行一周，收入可达450多万美元，利润近80万美元。所以邮轮基本上早晨送走一批乘客，下午就又出发新的旅行。邮轮公司市场调查发现，北美第一次旅行典型的游客是这样的：40多岁，大学毕业，带伴侣和18岁以下的孩子。每位游客会花费1200美元购船票，在船上消费500美元，包括赌博机、酒吧、网络、娱乐等等。船上一半的游客超过50岁，75%的游客夫妻一起出游。截止2017年，22%的美国人有一次邮轮经历，90%的游客有了一次邮轮度假后，会期待下一次旅行。所以你搭乘一次邮轮后，就会不断收到邮轮公司定期寄送的各种促销，让你和家人赶紧安排下一次旅行。当然，不典型的游客也有。2016年一则新闻报道，88岁的李沃斯泰特女士在邮轮水晶临近号上已经住了8年，而且没有丝毫搬家的意思。她告诉记者，早年她和丈夫经常邮轮出海，1997年丈夫过世后，她很想念邮轮上的生活，于是一个人经常搭乘邮轮。后来觉得搬来搬去太麻烦，就卖掉佛罗里达的房子和车子，搬到这艘船上。她告诉记者，我不用去购物，不用做饭，不用做任何事情，不过这里我可以干想起来想要干的任何事情和如果想干的事情。船上每位船员都认识她，她也认识每位船员，每次航行都能结交新的朋友。截止2016年，沃斯泰特女士随船经历了230次航行，到过全球100多个港口城市。每次邮轮目的地是哪里对她不重要，快乐的是每天都能在邮轮上跳广场舞。后来的消息报道，沃斯泰特女士2018年时还在船上，也成为住在邮轮上最长的居民。沃斯泰特向记者承认，她自己并不生活在真实的世界，而是像仙女童话般。报道还说，她每年在船上的花费大概是17万美元。财务专家估算，如果退休后一直想住在邮轮上，每天的花费需要200美元。前面提到的第一艘专为加勒比打造的挪威之歌号，一直在皇家加勒比公司服务了27年，此后几经辗转，2012年被用作海上赌船，2014年在中国拆检回收。网上介绍挪威之歌的视频下，一位观众留下了他和邮轮的故事。快半个世纪前，作为电视剧《爱之船》的粉丝和搜集邮轮宣传册的17岁少年，我央求父母带我去坐邮轮，他们以为我疯了，最终妈妈答应了我。1980年，我们预定了挪威之歌号，爸爸不感兴趣，所以只有我和妈妈2人去了。他花了21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购买了一个没有阳台和窗户的内舱，费用包括从洛杉矶飞到佛罗里达的机票。我非常兴奋，我们去了，度过了我们生命中那段美好的时光，从食物到娱乐到港口都令人难以置信。它比电视剧《爱之船》更好。接着连续2年我们又去了，还带上了我爸爸，他立刻喜欢上了邮轮，因为他喜欢美食。如今我已经搭乘邮轮旅行30多次了，还乐此不疲继续旅行。挪威之歌永远在我心中占有一席特殊的位置。